之前的影片已经讲解，相对原子质量是元素的各种同位素在碳12标度上的相对同位素质量的加权平均数，即一个碳12原子有12原子质量单位。根据碳12标度，一个镁原子的质量与2个碳12原子的质量相同，因此其相对原子质量为2乘以12等于24。在之前的影片中，从化学符号的左上角会显示该元素的相对质量数。氯原子有2个同位素，分别的质量数是35或37。只要把这2种同位素的质量平均，得出氯原子原子质量的加权平均数为 35.5。化合物含有多于一种以上的元素，该如何计算该化合物的质量？例如，水分子和氯化钠，它的相对分子质量或相对势量简写为 m2。稍后将讨论这些不同术语之间的差异，并讲解如何计算 m2。例如水分子，它由氢和氧这2种元素组成，氢的相对原子质量为1，而氧的相对原子质量是16。水分子包含有2粒氢原子，因此水分子中氢的总质量是1乘以2，而水分子只有1个氧原子，质量是16。将以上2种元素的质量总和相加起来，得到水分子的相对分子质量是18。注意，相对分子质量是没有单位，因此相对分子质量的定义是各原子的相对原子质量的总和。计算离子化合物的质量，称之为分子式不合式，不可以用相对分子质量这个名称，而是量这个名称适用于任何物质，包括离子化合物、具简单分子结构的元素和化合物及其矩形共价结构的化合物。例如，计算氯化钠的适量，它的分载式是 NaCl， 它包含1粒钠原子，相对原子质量为23，即1粒氯原子，相对原子质量为 35.5， 因此只需要把23加上 35.5， 得出适量为 58.5。计算化合物中某一元素的质量百分比，例如，尝试计算硫酸中硫的质量百分比。首先，找出各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，乘以该元素的原子数量，除以化合物的适量，然后再乘以100，转换成百分比。因为硫的相对原子质量32，而硫酸中只有1个硫原子，因此将硫乘以1，再除以98，是硫酸化合物的适量，得出 0.327， 再乘以100，得出 32.7% 的答案。再次计算氨气中氮的质量百分比，根据之前的百分比公式，由周期表找出各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，得出氮元素为14，氢元素为1，因此得出1乘以3。因为有3个氢原子，而氮原子的相对原子质量是14，加上3个氢原子的总质量，最后 m2 数值是17，就可以得到14除以17，再乘以100，得出 82.3%。氨气中氮的质量百分比是 82.3%。谢谢观看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我们下次再见。